我只花了半炷香的时间，就让妖族女王从高高在上到对我言听计从。我给你2个选择，要么你嫁给我，要么我娶你。他欲拔剑与我一战，我却将剑架到了他的脖子上。他怒斥，就算陨落也绝不可能。我却对着妖族王都一剑挥出，剑气贯穿整座妖族王都，留下一道深痕。我扭头微笑。女王陛下，要不您再考虑一下。3天后，人族与妖族的边境望月城张灯结彩，锣鼓喧天，她嫁人了。因为今天迎娶她的正是那个一剑震慑女王心的男人秦无夜。花轿内，若瑶身披凤冠，霞火，玉指紧握，脸色铁青，听着轿外喜庆的歌声，她只觉得无比刺耳。想她堂堂妖族女王，竟要嫁与人为妻，她不甘心。见识过秦无夜的实力后，她深知此人不楚，妖族将难以谋求生存。于是他攥紧手中的玉瓶，一个计划已然成型。秦无夜，今夜定要你付出代价。洞房内，烛火摇曳，秦无夜掀开红盖头，若瑶那张罕见容颜让他瞬间失神。然而一声娇滴滴的夫君，却让他瞬间警惕起来。不对劲，这女人前2天还恨不得将他彻底制服，今天怎么会这么温柔？果然，下一秒，若瑶就亲自为他斟上一杯酒，甚至滴入了自己的指尖。今夜，夫君，这是我们妖族的传统。今夜融于酒，代表永不相离。秦无夜接过酒杯，却发现他眼中写满了快喝2字，原来是下毒了。他不动声色，将毒酒一饮而尽，成功了。若瑶心中狂喜，得意地看着他，仿佛在看一个失去战力的人。然而一炷香过去，秦无夜依旧安然无恙。若瑶傻眼了，不对啊，这可是妖族的一种奇毒，他怎么还没事？就在他疑惑之际，秦无夜拿起酒壶，又倒了2杯。娘子，人族也有传统，叫交杯酒。说着，他将其中一杯递给了若瑶。这下轮到若瑶呆住，意思是要他也喝下这杯他亲手下的毒酒。他犹豫了，可看着秦无夜面色如常，心想难道是自己拿错了药品？于是他一咬牙，将毒酒喝了下去。瞬间，若瑶俏脸煞白，腹中传来剧痛，体内灵力紊乱，她中毒了。你算计我！他恶狠狠地瞪着秦无夜，秦无夜却一脸无辜。娘子，我体质特殊，寻常毒物难以侵害，倒是你怎么会糊涂到喝下自己的毒药？若瑶气得身形一震，自己精心设计的计划，结果伤敌为零，自损1000。眼看他生机就要消散，秦无夜却突然出手，一掌拍在他胸口，帮他逼出了黑色毒气。接着他竟掏出一枚金光闪闪的丹药，9转造化丹，8瓶顶尖丹药，对你修复经络有奇效。若瑶彻底懵了，他不仅救了他，还要送他如此珍贵的丹药，他满脸狐疑，这人到底想干什么？就在秦无夜以为若瑶会拒绝时，他却一把夺过9转造化丹，飞速塞入口中。本王又没说不要。丹药入口，磅礴灵力瞬间滋润全身，伤势片刻间就恢复大半。他心中冷笑，真是愚笨的人类，等我恢复实力，定要你付出代价。谁知一睁眼，秦无夜那张宠溺戏谑的脸近在咫尺。你想做什么？若瑶吓得缩到床角，秦无夜却自顾自脱起衣服，用诱惑的语调在他耳边低语：娘子，今夜是新婚之夜，你说为夫要干嘛？若瑶却呆住，但她毕竟是妖族女王，心一横，竟在床榻上躺好，摆出一副听天由命的模样。为了妖族大业，牺牲一下又何妨？秦无夜看着他大义凛然的样子，只觉得好笑，俯身贴近他耳边柔声说道：娘子，为夫要为你整理衣物。若瑶紧闭双眼，任由他为自己整理嫁衣，取下发簪。然而就在他准备好一切时，秦无夜却没了动静。他好奇地睁开眼，竟发现他抱着自己，已经准备睡了。你这就打算睡了？他又惊又气。怎么，娘子似乎有些失望？秦无夜睁开眼调侃道。若瑶顿时反驳：胡说，本王才没有。秦无夜轻笑一声，在他耳畔低语：你有伤在身，需要好好休息，终有一天我会让你心甘情愿的。说完，他竟真的搂着她睡去，只留下一句娇喝在黑暗中回荡：把你的手给本王拿开，别乱动。与此同时，望月城外数十里，数万妖族精锐在密林中焦急等待。大人，都寅时了，女王陛下怎么还没发信号？他们已在此埋伏了3个时辰，却迟迟等不到进攻的号令。为首大将也满心疑惑，却只能强装镇定。女王陛下计谋万无一失，我等只需静候。他不知道，他们的女王陛下此时不仅计划失败，甚至连进攻信号这事都忘得一干二净。庆晨，若瑶从睡梦中醒来，这才想起她真的嫁给了一个人类，而那个可恨的人类此刻正端着早饭走进来，甚至娴熟地替她梳头。看着铜镜中恢复往日美丽的自己，若瑶心中竟升起一丝异样的感觉。饭后，秦无夜突然开口：娘子，吃完咱们就回家。回家？去哪？若瑶不解，秦无夜微微一笑：当然是大眼王朝神斗。若瑶第一次踏足人族内地，看着秦家巍峨的宫殿，心中五味杂陈。他曾想过率领大军击败他们，却没想过竟是以人妇的身份回来。更让他恼火的是，刚到家门口就被一群秦家子弟围观，一口一个少主母，叫得他脸黑。马上要见咱爹娘了，笑一个。秦无夜捏了捏他的脸，走进主殿。
秦无业的母亲柳慕晴一见到他，就激动地迎上来。叶儿，你终于回来了，快让娘看看，都瘦了。秦无业无奈，只能将若瑶拉到身前，隆重介绍：爹娘，这位是妖族女王若瑶，我的娘子，也是你们的儿媳。话音刚落，大殿内瞬间一片死寂。果然，这小子不按常理出牌。秦振山心中惊叹，但柳慕晴可不管那么多，一听是儿媳，立刻拉住若瑶的手上下打量。好，好，好，冰肌玉骨，和我们家叶儿十分般配。说着，他竟摘下自己的传世玉佩，硬要给若瑶戴上。那可是个珍贵法器。若瑶本想拒绝，可架不住婆婆的热气，只能眼睁睁看着玉佩挂上胸前。她求助地看向秦无业，结果那家伙只是笑盈盈地看着。娘子还没给爹娘请安呢。秦无业又补上一刀。若瑶感觉自己又被算计了，刚收了人家的重礼，这声爹娘怎能不叫？秦无业更是在他耳边威胁：夫人，你也不想两族再起纷争吧？若瑶恨得牙痒痒，最终只能认命的躬身请安。柳慕晴喜笑颜开，拉着若瑶就去逛秦家，留下秦振山父子二人。下一秒，秦振山猛然一掌拍向秦无业，灵力瞬间爆发，秦无业却纹丝不动，轻松接下。好小子！秦振山又惊又喜，闭关10年，实力竟到了这地步。秦无业笑了笑，反手拿出一颗金灿灿的9转造化丹。父亲，这几枚丹药您用得上。秦振山嘴上说着不可不可，手却紧紧抓住金丹往怀里塞，生怕儿子反悔。秦无业无语，转而问道：我离开这段时间，家里没出什么事吧？秦振山脸色一沉，闭关10年，实力竟到了这地步。秦无业笑了笑，反手拿出一颗金灿灿的9转造化丹。父亲，这几枚丹药您用得上。秦振山嘴上说着不可不可，手却紧紧抓住金丹往怀里塞，生怕儿子反悔。秦无业无语，转而问道：我离开这段时间，家里没出什么事吧？秦振山脸色一沉，那几个老家伙准备在3日后的宗族大比上把我从家主之位拉下来。原来太上长老秦苍兰觊觎家主之位已久，联合其他长老强制开启大比，想让他儿子秦子昂夺位。宗族大比，秦无业嘴角上扬，那我回来的不正是时候？秦振山却提醒道：你要小心秦苍兰的儿子秦子昂，他得了神秘传承，10年间实力突飞猛进，已是秦家年轻一辈的顶尖人物。秦无业闻言，兴趣更浓，起身便走向演武场。我去会会那天之骄子。此时演武场上，秦子昂正一脚将人踹下擂台，满脸不屑：就凭你也配挑战我？就在众人惊叹秦子昂实力时，柳慕晴拉着若瑶刚好路过。秦子昂一见若瑶，便开口讥讽：传闻妖族女王行事果断，如今却甘愿嫁与人族为妇，真是可笑。若瑶眼神一冷，正要出手，一只手却搭在他肩上。娘子切莫生气，让为夫来。秦无业悄然现身，缓步走到秦子昂面前。我不在的这段时间，你似乎过得不错。秦子昂目光凶狠，正欲开口，他身边一个背负玄铁重剑的少年却抢先一步。秦无业，就凭你还不需要子昂出手，我来会会你。少年抡起玄铁重剑砸向秦无业，狂风呼啸。谁知秦无业只是随意抬手，竟单手握住了那狂风玄铁重剑，全场惊呆。秦烈的玄铁重剑的全力一击，竟被秦无业单手轻松接下。秦烈自己更是满眼不可置信，那可是他通玄境的全力一击啊！下一秒，秦无业单手夺过玄铁重剑，秦烈整个人被拽到身前，紧接着一掌拍出，砰！秦烈像炮弹一样飞出，直接撞在墙上，失去了战力。一掌，仅仅一掌就制住了秦烈。秦无业嫌弃地将玄铁重剑甩向秦子昂，剑气划破他的脸颊，留下一道剑痕。秦无业，秦子昂暴怒。就在这时，一个鹤发老者从天而降，正是太上长老秦苍兰。秦无业，秦苍兰兴师问罪，你不仅带妖族入家，还对同族下此重手。秦无业却不慌不忙，太上长老，若瑶是我娘子，秦家少主母，至于切磋伤筋动骨，不是很正常吗？秦苍兰气得发抖，好一个巧舌如簧。子昂，我们走。秦子昂不甘心地留下一句狠话：秦无业，3日后宗族大比，我们走着瞧。可他刚转身，秦无业冷冷开口：站住，你放过我了，我可没说放过你。话音刚落，啪的一声脆响，秦无业竟当着太上长老的面，一巴掌甩在秦子昂脸上。这一巴掌是赏你对我娘不敬。秦子昂彻底懵了，刚要发狂，秦无业反手又是一巴掌，这一巴掌是赏你对我娘子侮辱。秦苍兰气急反笑，拉着脸庞红肿的儿子飞身离去，竟然忍住了。秦无业看着他们离开，还有点后悔，早知道再多扇一巴掌了。回到柳慕晴身边，若瑶冷冷看着他，明明一息就能结束，非要浪费力气。秦无业却笑着凑近他耳边，教训人可是一种乐趣，娘子你不懂。若瑶心中暗骂，转身离开，开始谋划新的计划。夜里，若瑶见秦无业熟睡，悄悄从枕下摸出一柄淬有奇毒的古刃。就在他举起匕首的瞬间，秦无业突然喊了声娘子，若瑶吓得浑身僵硬，以为被发现，谁知那家伙只是在说梦话。可恨他心中暗骂，再次举起匕首，可下一秒，秦无业突然一个翻身，将
将她搂进怀里，让她安分休息。嘿嘿嘿，娘子香香的，软软的，忍无可忍。若瑶对着她的脖子猛然刺向，谁知秦无夜竟恰好偏过头，匕首刺空。她这才发现秦无夜根本没睡，正一脸玩味地看着她。娘子，你这是在做什么？若瑶这才明白自己又被算计了，恼羞成怒的她冷冷一笑：干嘛？当然是对付你了。若瑶拔出匕首再次袭来，既然暴露，那就来强的。可惜3两下她就被秦无夜牢牢压在床上，动弹不得。秦无夜俯身在她耳边轻语：娘子，这可是第2次了，下次再抓到可就要受罚了。说完，他顺手拿走匕首，这东西太危险，为夫没收。计划没成功，反被占了便宜，还赔了件珍贵法器。若瑶气得胡耳和尾巴都冒了出来，直接扑向秦无夜，两人在床上扭打起来。紧接着，铃木床榻在一阵摇晃中不慎损坏。第2天饭桌上，若瑶狠狠瞪着秦无夜，手还偷偷捂着身后。柳木晴却以为两人感情好，一个劲给他夹菜。若瑶实在没胃口，瞪了秦无夜一眼就起身离开。若瑶这是怎么了？柳木晴不解。秦无夜淡淡一笑：没事，娘，我房间的床榻不慎损坏了，麻烦父亲帮我换个结实的。话音刚落，秦振山和柳木晴的筷子瞬间凝固在半空，表情错愕。片刻后，秦振山忍不住开口：叶儿啊，你还年轻，凡事要量力而行。秦无夜一脸懵逼啊！3天后，宗族大比，天才云集，你们说谁会赢？肯定是秦子昂，他已是通玄境巅峰。可秦无夜少主一招就制住了秦烈，还当众给了秦子昂2巴掌。10年从临海境到归墟境，不可能！众人议论纷纷。正当此时，秦无夜携着若瑶出现在高台上，慵懒得像个看客。全场瞬间安静，目光全被若瑶吸引。这就是妖族女王，好美！秦少主真厉害，竟然真的把女王带回来了。柳木晴高兴地拉着若瑶坐下，秦无夜则亲昵地牵起她的手。若瑶心里恨得牙痒痒，这3天计划全失败，每次都被家法惩罚，只能暂时顺从。就在这时，6大长老飞身入座，太上长老秦苍兰和6长老秦墨的目光充满敌意。秦无夜却毫不在意，笑着拿起一颗葡萄喂向若瑶：来，娘子啊！若瑶冷着脸，但还是张嘴吃了。不吃白不吃，就当收回点成本。秦苍兰见状，起身高声宣布：秦振山行事专断，包庇棋子。经长老会决定开启宗族大比，另选家主。全场寂静，人人都知这是秦苍兰的阴谋，却无人敢言。秦苍兰正要宣布开始，一个声音打断了他：太过分了！众人循声望去，竟是秦无夜。秦苍兰脸色一沉，秦少主对长老会决策有异议。当然，秦无夜起身，目光凛冽：我父亲的功绩有目共睹，岂容你污蔑？6长老秦墨立刻跳出来：秦无夜，你重创同族，对长老不敬，可知罪？秦无夜冷笑：秦烈先对我出手，我只是自卫反击，倒是他袭击少宗主理应受何处罚？一句话对得秦墨哑口无言。秦苍兰索性不再争辩，得意道：宗族大比已开启，你若不想参与，可自行退出。他早已安排好一切。秦无夜遇到的将全是高手，而秦子昂会轻松进入决赛，他赢定了。然而秦无夜的回答却让全场哗然。不好意思，我时间宝贵，得陪我的娘子。什么？秦少主放弃了？秦苍兰先是一愣，随即狂喜，连脸上的笑容都藏不住了。全场死寂。秦无夜说出那番话后，竟真的轻飘飘落在了擂台中央。秦苍兰脸色一变：秦无夜，你不是放弃了吗？秦无夜冷笑：我何时说过要放弃？我只是时间紧迫。他目光扫过全场，傲然开口：凡是有意争夺家主之位的，一起上吧。话音不大，却震慑全场。嚣张，太嚣张了！他要一个人挑战所有天之骄子。要知道，参与大比的近100人，个个都是精英，怎么所有人一起上都不敢吗？秦无夜再次挑衅。秦苍兰怒极反笑：他自己自寻末路，那就成全他。好，满足你。随着他一声令下，近100名秦家弟子瞬间跃上擂台，将秦无夜团团包围。秦子昂本想上台，却被秦苍兰拦住。等秦无夜被消耗的差不多，再让秦子昂上去一举击败。擂台上，秦无夜面对群狼环伺，竟云淡风轻地招了招手：来吧，一起上。数十名弟子率先发难，直剑攻来。可秦无夜不守反攻，身形一晃，瞬间出现在一名弟子面前，一掌拍出，直接将他轰出擂台，还顺走了他的剑。仅仅一个照面，就制住一名通玄境，传闻是真的。剩下的弟子再不敢保留，各色功法剑绝齐发，场面绚烂壮观。秦无夜却如同闲庭信步，身形化作一道银色弧光，在人群中穿梭。弧光所过之处，人影纷纷被击落擂台，所有人围攻，其余人远程支援。2长老孙女秦清婉站出来指挥，10几名通玄境弟子默契配合，全方位猛攻，其他人则从远处不断骚扰。一时间，秦无夜竟被逼到了擂台边缘。高台上的秦振山夫妇紧张的手心冒汗，若瑶却看得饶有兴致。加油啊！狠狠教训他。就在这时，秦无夜注意到了若瑶期盼的目光，还冲他笑着眨了眨眼。不好意思，我家娘子好像等急了。话音刚落，秦无夜周身灵力陡然攀升，一股恐怖的威压席卷全场。
连能抵御归虚境全力一击的结界都开始出现裂纹。他一直没用全力，秦无夜动了，身形一闪，竟无视眼前的秦清婉等人，直奔后方支援部队。不好！秦清婉大喊，可已经晚了。秦无夜出现在人群中央，一剑劈下，轰然的剑气瞬间将数十人掀飞出场外。转眼间，擂台上只剩下秦清婉等寥寥数人。为我争取时间！秦清婉沉声喝道。3名弟子冲上，却在一个照面就被秦无夜送出擂台。擂台上只剩秦清婉一人，他催动神阶功法，一柄3丈长的冰剑凝聚成型，冰剑携着毁天灭地的气势刺向秦无夜。秦无夜双指并拢，驱动残破长剑，形成龙卷风暴，与冰剑轰然相撞，白雾散去。秦无夜手持断剑，剑尖已抵在秦清婉的脖颈，是我败了。秦清婉释然认输，全场爆发出震天呐喊，少主威武！秦苍兰脸色难看到了极点，他竟真的以一敌百，还毫发无伤。就在这时，秦无夜转身指向高台上的秦子昂，该你了，滚下来！秦子昂怒不可遏，飞身跃上擂台，通玄境巅峰的气势爆发。秦无夜，今日我要你付出代价！他咆哮着冲向秦无夜，剑法凌厉迅猛。可秦无夜只是不断闪躲，就是不还手。秦子昂以为他灵力耗尽，讥笑道：“只会像老鼠一样躲吗？”话音刚落，秦无夜突然伸出2根手指，稳稳夹住了他的剑尖。就你还不配我出剑！下一秒，秦无夜闪身到他面前，哈！一个清脆的耳光，秦子昂整个人旋转3周半，狼狈地摔在擂台边缘。这一幕再次震惊全场，一指指剑，一巴掌扇飞。所有人以为秦子昂会被直接制服，可他只是缓缓起身，身上竟散发出幽森的漆黑灵力，他的实力瞬间暴涨。归虚境初期，归虚境中期，他竟然用秘法强行提升到了归虚境中期，这可是牺牲灵元的境数。秦无夜，我要击败你！秦子昂状若疯魔，再次挥剑劈来，秦无夜一掌拍出，竟仿佛打在无形护盾上，只将他震退数米，却毫发无伤。反倒是秦无夜的手掌被那诡异的黑气清洗，浮现出黑纹，这黑气竟能吞噬灵力。高台上的秦苍兰得意地笑了，这本是留给秦震山的杀招，现在只能提前用了。可他扭头一看，却发现若瑶不仅不担心，反而一脸无聊。他为什么不怕？擂台上，秦子昂疯狂大笑，哈哈哈！怎么样？这才是我真正的实力。秦无夜却懒得再玩，你不是想看我拔剑吗？满足你，可别后悔。话音刚落，一柄金边银纹、挂着白羽的长剑凭空出现，正是古剑，传说中的珍稀法器。此剑一出，全场剑鸣。若瑶知道结束了，当初他就是被这把剑3招打败。秦子昂感受到了那股致命的恐惧，却失去理智般冲了上去。秦无夜不屑一顾，正是古剑轻轻一挥，数道灵力剑气瞬间将秦子昂的长剑搅碎，将他重创击退。秦子昂发出惊天哀嚎。归虚境中期的他竟接不下一剑，秦无夜手持正式古剑，悬浮半空，宛如天尊下凡，万象剑点寂灭。随着他口中轻念，场上万剑齐鸣。下一秒，他身形移动，人剑合一，剑出，万籁俱寂。秦子昂祭出保命玄甲盾，却被正式古剑如同刺豆腐般穿透，剑气将其彻底压制，整个人力竭倒地。他身上所有的傲气都被彻底击溃，全场死寂。秦无夜，你竟敢重创同门！秦苍兰暴怒起身，秦无夜却淡然开口。太上长老忘了，宗族大比，后果自负。一句话堵得秦苍兰哑口无言。这本是他为秦无夜准备的绝技，却成了他儿子的终点。秦震山起身附和，没错，这是祖宗规矩。秦苍兰气得浑身发抖，一甩袖袍，愤然离去。大势已去，剩下的长老面面相觑。这时，德高望重的2长老秦明德起身，朗声宣布：秦无夜天资卓越，有继承家主之位的资格。全场再次爆发出震天欢呼。从这一刻起，秦家彻底变天。但还没结束，要成为真正家主，还需最后一步。秦震山一跃上台，爽朗大笑：“来吧，小子，我本想在大比上输给我爹，把家主之位让给他，谁知这老头演技太炸裂，我只是轻轻一推，他竟然倒飞100米，还硬挤出几口能量波动，大喊我儿厉害。”全场石化，我直接被这番举动送上家主之位。我疯狂冲他挤眉弄眼，剧本不是这么演的。喂，可我爹压根不理，还在地上捂着胸口夸我演技精湛。这下2长老只能硬着头皮宣布，我秦无夜成了秦家新家主。上万族人齐齐下跪，高呼：“我却只想找个地缝钻进去。”然而，当上家主只是开始，我心中还有一个更大的疑惑，那就是颇有威望的2长老秦明德为何要帮我的劲敌秦苍兰？当晚，我便找上门去，我开门见山，2长老也坦然承认。正当他要说出缘由时，一个少女端着药走了进来，还请家主大人不要责怪我爷爷。少女秦清婉竟说：“爷爷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他。”话音刚落，他稍稍解开衣襟，露出的肩膀瞬间让我瞳孔一缩，那本该光滑的肌肤上竟布满诡异的紫黑色斑纹，散发着不祥的黑气。原来数年前秦清婉就得了这奇特的病症，便寻名医无果，直到秦苍兰找上门，说他能治，代价就是要爷爷帮他夺取家主之位。一旁的秦明德更是老泪纵横，说他时日无多，不忍唯一的孙女饱受折磨而失去生机。我又问他为何改变主意，2长老这才愧疚道：“不仅是我手下留情，更是清婉丫头点醒了他，宁死也不愿与恶人为伍。”说完，爷孙俩齐齐跪在我面前，
请求责罚。我笑了笑，让他们起来。不仅没罚，我还掏出一枚能增寿10载的丹药递给二长老。秦家还需要您。爷孙俩顿时感激涕零。可这还没完，我看着秦清婉，淡淡开口：“别急着谢我，等你这病好了再谢不迟。”话音未落，秦明德猛然抓住我的手，激动到浑身颤抖。您能治清婉的病？我走到秦清婉身前，灵力探入她体内，瞬间就察觉到一股犹如活物的歹毒黑气，她竟想吞噬我的灵力。二长老见状，担心我灵力消耗过大，影响明日试炼，我却一脸云淡风轻：“无碍，今晚必须除根，否则能量反噬，后果更严重。当然，我没说的是，我更担心下毒之人不顾一切。”半个时辰后，随着我收回手掌，秦清婉惊喜地发现身上的黑斑竟全部消失。更让她意外的是，体内被净化的诡异能量进化为精纯灵力，让她当场突破瓶颈。多谢家主，这一次爷孙俩直接五体投地，沉声宣誓，今后定为秦家鞠躬尽瘁，在所不辞。这才是我要的结果。与此同时，秦家真正的劲敌秦苍兰正在密林中对着一个黑影无能的愤怒：“都是你，我唯一的儿子败了。”那黑影却轻描淡写：“不就是损失了一个人手吗？”接着他话锋一转，竟许诺秦苍兰，只要等他家老祖现世，不仅能帮他夺下秦家，更能传他一种秘法，脱胎换骨。届时什么样的女人得不到？听说那柳木琴温婉动人，妖族女王更是冷艳出众，听到能对付我，甚至觊觎我的女人。秦苍兰露出了阴狠的笑容。转眼到了第二天清晨，我悠哉地走向试炼之地，沿途弟子无不躬身行礼，见过家主大人。这时我远远就看到一个倩影等在门前，那身段气质，不是我娘子若瑶又是谁？我笑着凑上前去，娘子特意在这里等我，为夫很是欣慰。若瑶直接一个白眼飞来，语气冰冷：“你可别误会，是你娘非拉我来的。”我却一脸正经：“什么你娘？是咱娘，你可是喊过的。”若瑶瞬间炸毛，银牙紧咬，却一个字都反驳不出。就在她愣神之际，我一把将她揽入怀中，她象征性的挣扎2下便放弃了，任由我抱着前行。耳边传来弟子们的窃窃私语：“妖族女王和咱家主真是十分般配，听说女王与人族纷争，就是为了寻咱家主。”我能感觉到怀里的若瑶俏脸抽搐，杀气都快压不住了。我坏笑着调侃她：“娘子，一大早脸色就这么难看，莫非是为夫昨晚没陪你？”她冷哼一声：“没人动手动脚，本王睡得更好。”我竟无言以对。说话间，我们已来到一扇遍布岁月痕迹的黑木门前，这竟是用太古养魂木打造，这可是无价之宝。我爹秦振山见我两眼放光，立马警告：“这可是镇守陵园的，你小子别打坏主意。”我只能遗憾地打消了拆门的想法，真是暴殄天物。临行前，我爹还拍着胸脯保证：“小子，试炼就是走个过场，我当年半天就出来了，你分分钟的事。”我信以为真，跟娘子告别，等我出来带你逛逛神都。他冷着脸回了2个字：“没兴趣。”我也不能转身推开大门，可若瑶却皱起了眉，她似乎闻到我手上有股淡淡的女子香味。然而刚踏入陵园，我就感觉不对劲，阴风阵阵，哪是走过场的样子。我按着我爹的指示，一路向最深处飞奔，结果半路杀出几只灵体妖兽，虽然只是灵海境，但数量不对劲。我单手掐住一只豺狼灵兽的脖子，稍稍用力，它便化作灵气消散。其他灵兽见状，竟悍不畏死的蜂拥而上。我手掌画刀，剑气横扫，瞬间清场。可刚走到一扇钢铁大门前，一个通玄境巅峰的披甲灵将破土而出。不对，这些灵体数量太多，根本不是自然形成，有人在创造它们。我双指并拢，势如剑锋，瞬间将其一分为2，推开大门，门后是一个巨大的祠堂。我刚踏入一步，大门砰的一声轰然关上，两侧数十尊家主雕像竟齐齐活了过来，个个都是归虚境，这跟说好的不一样啊！这可真是……我心中疯狂吐槽我爹，这特殊待遇是不是有点太隆重了？但我没时间多想，直接照出镇世古剑。各位先祖真是热情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剑光闪烁，数丈高的剑气瞬间将灵体斩断。陵园外，众人看得目瞪口呆，秦振山更是冷汗直流。这小子在里面干嘛？要把这里拆了吗？最后一具灵体被斩灭后，我手持镇世古剑，目光直逼中央的初代家主雕像。看了这么久，还不出来吗？话音刚落，一道虚影从雕像后缓缓走出，竟是一缕残魂。他上下打量我，满意的啧啧称赞：“不错不错，气势如虹，俊逸不凡，不愧是我秦家男儿。”我礼貌的拱手问道：“敢问先祖可是初代家主？”秦苍他却笑着摇了摇头，指向旁边另一尊雕像：“我乃是秦家第2代家主秦渊。”秦渊盯着我，脸上挂着笑，如此年纪便有问道：“净实力！我秦家终于又出了一位天资出众的后辈。”可话锋一转，他竟指着末端那些家主雕像破口大骂：“之前那些都是什么弱者，一代不如一代，气死我了！”我默默站着不说话，他气消后才问我：“上代家主败了，秦家出事了。”我只能尴尬解释：“家父健在，秦家安然无恙。”他一脸恨铁不成钢：“那肯定是他无能。”
被剥夺了家主之位。亏我上次还助他入了归墟境，我默默让我爹背了这口黑锅。秦渊这才欣慰地看着我，还好，总算让我等到了一个值得托付的继承人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晚辈秦无业，无业，长夜无名。你必将成为照亮我秦家的那道光。好名字。他突然好奇地问：你的剑法不似我秦家传承，师承何人？我坦然回答：师尊无名客，世人称绝世剑主，绝世剑主无名客。秦渊瞬间脸色煞白，竟颤抖着向我请求：可否让我看一下你的本命飞剑？我唤出镇世古剑递给他。他捧着剑端详许久，喃喃自语：真的是他的剑，他竟然还活着。我心中巨震，我师尊竟已存活超千年。秦渊将剑还我，激动道：小子，我将赋予你秦家真正的传承。他手指点在我眉心，一股灵源暖流涌入我灵海，竟化作一本古书《太上忘情录》。可秦家秘法不是不灭经吗？秦渊解释道：不灭经只是《太上忘情录》的基础篇，真正的《太上忘情录》是感悟天地之灵，凝已成形。说着，他指尖凭空凝聚出一把灵力小剑，反手又捏出一只栩栩如生的灵兔，聚气为实。这位先祖对灵力的操控竟如此恐怖，我这才明白，灵园里那些灵兽灵将都是他的手笔。我心中一动，试探着问道：请问先祖，这太上忘情录可否给外人修习？外人？谁？秦渊瞬间眯起了眼，杀气骤现。我淡淡吐出两个字：妖族。他脸色更难看。你要传给妖族？我这才笑着解释：是啊，那妖族是我的娘子，如今已嫁到秦家。秦渊直接呆住：你娶了妖族女子为妻？他沉思片刻，竟同意了。既然嫁入我秦家，便不算外人。我大喜过望，正准备离开，突然又想到一事。对了，先祖，可否把陵园门口那扇太古养魂木门送我，就当是您给孙媳的礼物了。秦渊嘴角一抽，沉默片刻，才挤出两个字：在理。我替娘子谢过先祖，转身离开。可我万万没想到，这竟是我们最后一面。就在我走后，秦渊先祖的残魂缓缓消散，他耗尽了最后的力量，只为等到我这个继承人。他坐在初代家主的雕像下，嘴里还在嘀咕：现在的年轻人真有想法，连妖族都敢娶。直到声音彻底消失，殿堂重归死寂。我刚走出陵园，一个拳头就迎面砸来，是我爹。他怒吼道：这小子，你在里面干了一整天，干了什么？我却一动不动，只淡淡说了一句：我见到了秦渊先祖。瞬间，我爹的拳头硬生生停在我脸前，眼睛瞪得像铜铃。什么？你见到了秦渊先祖？他激动地追问先祖说了什么，我只能瞎编。先祖夸您是吾辈楷模。我爹顿时喜笑颜开，可下一秒，我却当着他的面两刀砍下了陵园大门。他吓得直接跪在地上替我向列祖列宗求饶，我却淡然将太古养魂木收进灵界。父亲，先祖送我的。接着，我径直走向一直等我的若瑶，笑着说：娘子，为夫很感动。他却冷哼一声：别误会，本王只是恰好无事。可他那失望的眼神，早就出卖了他没看到我狼狈出来的失落。我二话不说，直接拉起他的手：既然无事，为夫带你去逛逛神都盛况。他嘴上喊着松开，本王不感兴趣，身体却很诚实地跟着我走。走在繁华的集市上，他嘴上说着无趣，眼睛却偷偷瞟着两边的摊位，还把一颗糖葫芦塞进嘴里。我家娘子真是可爱。直到一个摊主拿出2颗同心玉，满脸堆笑的祝我们早生贵子。话音刚落，吧唧一声，若瑶竟一手捏碎了珠子，凛冽的杀气瞬间席卷全场。摊主吓得浑身发抖，我却笑着拍了拍他的头，对摊主说：不好意思，我家娘子比较害羞，丢下几十枚金币。我拉着还在生气的他转身就走。经过这一次，我发现他似乎特别喜欢法器。我笑着问他买来做什么，他却冷着脸不回答。我当然知道，他想买法器来对付我，不过这正好。我心里一笑，这下知道该带他去哪了。秦无夜领着娘子逛街，谁知下一秒，娘子竟指着满屋法器霸气开口：把你们这最好的都给本王拿过来。全场瞬间死寂。然而就在众人以为他够嚣张时，秦无夜接下来的一个举动才叫真正的石破天惊。就在侍女恭敬地领着他娘子上楼挑选时，秦无夜却转身走向另一名侍女，淡然开口：麻烦把你们总管的叫过来。一句话让刚刚还嘈杂的阁楼死一般沉寂，所有人的目光都像看疯子一样看着他。在顶尖商会自称本王的女子已是狂妄至极，岂料他这个相公才是真正的狠人。下一秒，一声震天怒吼从内屋传出，简直哪个不长眼的敢来万象商会闹事？一个刀疤脸的魁梧总管方段怒气冲冲地走出，众人吓得连连后退，瞬间空出一片地，只剩秦无夜独自站在中央。方段黄褐色灵力轰然绽放，就是你小子来找茬。可秦无夜只是眯起双眼，一股恐怖威压瞬间笼罩全场。问道竟，方段当场腿软，上一秒还气势汹汹，下一秒竟温顺得像只猫，一脸陪笑：前辈，您叫我小方就好。然而这还没完，秦无夜一边走向内屋，一边悠悠说道：别叫我前辈，我今年20有6，才刚结婚呢。一句话让方段和在场众人当场石化。26岁的问道竟，这简直是天方夜谭。紧接着，当秦无夜报出名讳，方段更是猛然惊喜，他竟然就是那个以一敌百，刚成为秦家史上最年轻家主的天才。内屋中，秦无夜随手取出一块太古养魂木，这等能自动汇聚灵力的至宝，让身为锻造宗师的方段双眼放光。他以为秦无夜要定制罕见法器，谁知对方竟开口：帮我打造成1对发簪，2对手镯，用罕见材料做首饰。方段心都在滴血，这也太败家了。
可秦无业一句话就噎死他，当然是送我娘子和我娘了。紧接着，秦无业又拿出一张图纸，要求用剩下的材料打造24只镇灵幡。方段一看，图纸上的聚灵法阵竟是失传千年的古法，他坦言自己无能为力，根本无法刻印这种法文。秦无业却淡然一笑：“你只需炼制幡子，剩下的我来。”话音刚落，他随手一挥，无数千年雪莲凤、火灵芝等罕见灵药堆满房间，酬劳多到足以买下整个宝阁。就在方段被这毫无人性的大手笔彻底震傻时，秦无业终于说出最终目的：“我希望万象商会能够与秦家联合。”面对秦无业的联合请求，方段竟然郑重拒绝：“抱歉，秦家主，万象商会向来不参与任何纷争。”然而，秦无业似乎早有预料，竟直接丢出一只玉瓶。方段义正言辞：“你送再多宝物，我也绝不会改变态度。”可当他不屑地打开玉瓶，一枚碧绿丹药缓缓飘出时，他整个人都傻。这是8品问道宝丹。他口中呢喃，双眼瞬间赤红。这可是能助归虚境巅峰、强者突破的罕见丹药，他自己就卡在这个瓶颈多年。就在他激动地伸手去抓时，丹药咻的一声飞回秦无业手中。秦无业笑盈盈地看着他：“方总管，不妨再想想。”方段陷入了天人交战，有了这枚丹药，他就能踏入梦寐以求的问道境。可就在秦无业以为他要动摇时，他却长叹一口气：“秦家主，并非我不愿，而是这等事我无权做主。”说罢，他竟带着秦无业走向一间更深处的密室。难道这万象商会背后还有更强的存在？房门推开，一个脸色苍白的病弱美男靠在床头，他竟是万象商会的少主娄月。秦无业开门见山，直接提出结盟。谁知娄月刚要拒绝，秦无业却语出惊人：“林公子，你体内的九幽寒气快压制不住了吧？”话音刚落，娄月体内寒气瞬间爆发，整个房间刹那间布满寒霜。娄月面色一凝：“即便你看穿又如何？万象商会不会与任何人结盟。”秦无业却自信一笑：“是吗？那如果我说我能治好你呢？”一句话让娄月和身边的侍卫都露出难以置信的狂喜，可他们随即又冷静下来。治愈九幽寒气需要传说中的神皇之羽和真龙之血，这2种神物早已绝迹千年。然而下一秒，秦无业随手一挥，一缕燃烧着赤焰的赤红火雨凭空出现，真的是神皇之羽。紧接着，一滴蕴含浩瀚9阳之力的金色龙脉精华也悬浮半空。娄月彻底失态，为了压制寒气，他被折磨了数十年，如今终于看到希望，还请大人赦爱，救治我家少主。秦无业当场化掌为鼎，凌空炼丹，那出神入化的手法看得众人目瞪口呆。当一枚异火淬体丹炼成时，娄月激动地从床上挣扎起身，此恩永记在心，将来秦家若有需要，万象商会必然鼎力相助。就在这时，楼顶传来熟悉的灵力波动，似乎是若瑶那边出事了。秦无业临走前，随手将那问道宝丹丢给方段，对方激动得差点当场跪下：“大人，以后有任何需要，尽管开口。”秦无业前脚刚走，侍女娄颖就担忧起来：“少主擅自与秦家结盟，家主那边恐怕不好交代。”谁知娄月望着手中的丹药，却抛出2个灵魂拷问：“娄颖，你可见过26岁的问道境？那你又见过有谁的炼丹天赋能与他相比？”娄颖瞬间哑口无言。娄月嘴角勾起，眼中金光闪烁：“他足以我万象商会倾尽所有去教。好，不止如此，你可知他娘子是谁？妖族女王，与秦家交好，就是与整个妖族交好，这笔买卖稳赚不赔。”可娄月内心还有一个更惊人的秘密，他笃定父亲不仅不会怪罪，甚至会夸赞他，因为他来此地本就是父亲的安排。而秦无业的出现未免太过巧合。与此同时，万象商会顶层若瑶正烦躁地寻找着能对付秦无业的珍稀法器，可遍寻无果。就在这时，一道极其轻浮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：“哟，小美人！”一个华服男子满脸不轨地凑近，眼中满是贪婪：“跟了本公子，包你享尽荣华富贵。”若瑶俏脸瞬间冰寒，只吐出一个字：“滚！”谁知那男子竟变本加厉，深吸一口他身上的香气，迷恋道：“哎呦，还挺凶，我喜欢。”说着，他竟按耐不住，一只脏手缓缓伸向他。周围人纷纷侧目，认出此人正是大眼4大家族之一、臭名昭著的陆家2公子陆子明。然而下一秒，银光一闪，一道灵力剑气将其手臂重创逼腿。陆子明望着受创的右臂，瞬间呆滞，紧接着剧痛袭来：“我的手！我的手！”他捂着伤处疯狂嚎叫，面目狰狞的嘶吼：“无耻之徒，你敢伤我，等我抓到你，定要让你付出代价！”聒噪！话音未落，一只纤细玉手已按在他的头顶，刺骨的杀意让他瞬间失声。若瑶闻了闻群山上沾染的异味，秀眉紧蹙，令人不快的气息，他都快忘了自己可是万妖之主，妖族女王。就在若瑶准备制服这只蝼蚁时，一道身影飞袭而至：“大胆，何人敢伤我陆家2公子？”来人是陆家长老陆平，微虚境的强者。可若瑶看都未看，只是轻轻一挥罗袖，一股磅礴巨力瞬间将陆平掀飞，狠狠砸在墙上。陆平能量外泄，满眼骇然，这少女究竟是何方神圣？他只能放低姿态：“前辈，此乃我陆家2公子，还请手下留情。”若瑶冷眸扫过他，正要报出妖王名号，却突然莞尔一笑：“你听好了，本王乃是秦家的人。”
秦家的人。陆平猛然一惊，突然想起一个传闻：秦家少主秦无夜带回了妖族女王为妻，难道眼前这深不可测的绝色女子就是？他颤声问道：“敢问您与秦无夜是何关系？”若瑶被这么一问，神色瞬间复杂，他很不想承认，但为了给秦无夜惹点麻烦，他只得心有不愿地承认，他是本王的夫君。果然，眼前这绝色女子就是妖族女王。陆平见状，立刻握紧玄铁鞭，洪亮的声音响彻整个阁楼：“哼，想必你就是那妖族女王吧？”一瞬间，全场哗然，风向逆转。什么？她就是那个行事果断、出手利落的妖族女王？传闻她侵扰我人族边境，实在过分至极。刚刚还在同情若瑶的众人，此刻竟全都手持武器，杀气腾腾。若瑶俏脸铁青，不是因为敌视，而是因为这些子虚有的流言。陆平见众人激昂，嘴角暗暗勾起。他要让这女子成为众矢之的，他趁势威胁女王，还不放开我家二公子，否则别怪我等将你拿下。谁知若瑶最恨被人威胁，他手中微微用力，陆子明立刻发出一声惨叫，让他头痛欲裂。你敢！陆平气急败坏，众人随我一同拿下，救下二公子者，皆是我陆家贵宾。重赏之下，众人一拥而上，可还未等他们靠近，一道身影缓缓走来，一开口便震退了所有人。是谁想拿下我的娘子？来人，正是秦无夜。紧接着，万象商会总管方段也黑着脸出现。谁敢在万象商会闹事？可当他看清制主陆子明的竟是妖族女王时，短暂思索后，竟指着陆平破口大骂：“成什么体统？定是你家这不学无术的二公子招惹人家，咎由自取。”这一下，不仅陆平懵了，连若瑶都有些奇怪。这总管怎么反倒帮他说话？陆平阴沉着脸，只得退让。今日之事，我陆家认了，还请放了我家二公子。方段看向若瑶，一脸为难，又转头向秦无夜求助。若瑶也望向秦无夜，美眸仿佛在问：“可以清楚他吗？”秦无夜淡然一笑：“今日是祭典，难得喜庆，就不要再动手了。”不动手，陆平和方段都松了口气，可若瑶却突然翘起嘴角。他只是说不要动手，可没说要放过他。陆子明死里逃生，正用怨毒的目光盯着他。谁知若瑶手指轻轻点在他的额头，竟下一秒，一团幽绿火焰从陆子明身上蹿生。他的外形完好无损，可他的神识却在火焰中受到了重创。一阵哀嚎过后，陆子明双目空洞，直挺挺栽倒，成了一具失去神智的躯壳。你这……陆平双目赤红，若瑶却带着邪魅的微笑，这才是她妖族女王。陆平悲愤，抱起陆子明，怨毒地嘶吼：“好一个秦家！今日之事，我陆家记住了。话多，离开。”秦无夜可不惯着他，抬手一道灵力锋刃，直接将陆平连同陆子明一起击出阁楼，全场死寂。秦无夜这才缓缓走到若瑶身边，柔声笑道：“娘子，我怎么记得刚刚好像有人自称我是他夫君来着？”若瑶俏脸瞬间通红，狠狠瞪了他一眼，转身就走。这个可恨的家伙早就到了，竟然一直在看戏。清晨，秦无夜在山巅盘坐，周身灵力竟汇聚成溪流环绕。他睁开双眼，满是惊讶，这便是太上忘情录的第一要诀，聚气为实吗？这聚灵速度简直堪比师傅的刻印阵法，难怪秦家宁愿封存此法数百年，也不愿外传。有了它，灵力便源源不断。秦无夜心念一动，灵力溪流随臂而舞，不到一个时辰，第一要诀已然大成。接着，他神识沉入灵海，太上忘情录第二要诀灵异复物自行展开。他随手拈起一片落叶，淡绿色灵力瞬间包裹，毫发无伤。下一秒，他将飞叶掷出，落叶化作长虹，悄无声息地穿透石壁，只留下一道肉眼难辨的痕迹。好厉害！寻常修者只能将灵力强行灌入武器，而太上忘情录竟能将灵力附着在任何物体上。秦无夜越想越惊喜，迫不及待翻开第三要诀化灵万象。他摊开手掌，心念一动，掌心竟真的凭空凝聚出一根树枝。第一次就成功，但这不够，他反复尝试，刀剑枪棍，甚至妖兽生灵皆能化灵成功。一只栩栩如生的豺狼灵兽出现在他面前，只听他一人号令。正当他想尝试将灵力化为战甲时，却发现无论如何都无法成功。看来关键就在遗失的后三要诀中。就在这时，秦风气喘吁吁地跑来：“家主，秦苍兰要以太上长老之名召开家族会议，谴责你的罪行。”秦无夜冷笑一声，来到会议大厅，他径直走向家主之位，目光扫过6位长老中，竟有2人稳坐不动。太上长老、6长老祭见家主，为何不拜？冰冷威压下，6长老秦墨被迫起身，唯独太上长老秦苍兰依旧不动如山。老夫绝不会向将秦家推入深渊之人视为家主。秦苍兰拍案而起，怒指秦无夜：“你可知你昨夜干了什么？当众伤人，同时惹怒万象商会和陆家，简直想将秦家100年基业付之一炬。”秦无夜目光骤然冰冷，杀意凛然：“什么？那女子若瑶是我的娘子，你们的家母，请注意你的措辞。”他环视众人，厉声质问：“我秦家屡受陆家欺辱，多有伤亡，诸位长老又在做什么？为何只会退缩？我以家主之名宣告，凡挑衅我秦家者，皆予以反击，陆家也不例外。”荒唐！秦苍兰急忙反驳：“你这是要将秦家推入绝地？”秦无夜冷冷一笑：“那依太上长老之言，该当如何？”立马背礼向陆家道歉，再惩戒那女子，给陆家一个交代。秦苍兰毫不犹豫地说道：“哈哈哈！”秦无夜放声大笑：“我听太上长老处处向着陆家，
还以为太上长老不姓秦，而是姓陆呢，岂有此理！秦苍兰勃然大怒：“你污蔑老夫不配为家主，老夫以太上长老之名，联合众长老，暂止你家主之权。来了，这才是他真正的目的。”秦无业一脸慵懒：“请便。”秦苍兰看向其他长老，目光中带着威胁。秦明德缓缓站起，秦苍兰脸上露出得意，然而下一秒，秦明德竟转向秦无业，躬身拱手：“家主，老夫要指控太上长老秦苍兰私吞灵石，拉帮结派，污蔑上代家主。”秦苍兰傻眼了，他死死盯着秦明德，厉声质问：“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污蔑我？”谁知秦明德根本不理他，竟从怀中掏出一本账簿，直接递给了家主秦无业。这上面赫然记载着太上长老秦苍兰这几年间从灵石库贪污的整整10几万灵石。秦无业翻看几页，面色瞬间铁青，难怪秦家资源短缺，渐渐被陆家超越，原来是有家贼。他猛然抬头，眼神锋锐，好一个为秦家鞠躬尽瘁的太上长老，你也配？事已至此，秦苍兰也只能咬死不认。污蔑！老夫从未私拿一颗灵石，这账簿可以伪造。可秦无业只是冷笑一声，是真是假，查一下便知。紧接着，他当众宣布暂且革去太上长老一切权力和职务，待真相明了再做处置。秦苍兰终于是忍不住暴怒嘶吼：“就凭你也想革我的职？没有半数长老同意，你无权剥夺我的身份。”他以为自己胜券在握，然而下一秒，他最信任的盟友秦明德竟第一个站了起来，沉声说道：“太上长老罪行伤及秦家根本，老夫认为他无法再担任此位，请革去他太上长老之职。”这还没完，3长老、4长老、5长老也纷纷起身，贪污灵石，数目众多，请革太上长老之职。原来秦苍兰竟瞒着他们这些同党中饱私囊，这帮墙头草看清形势，瞬间倒戈。秦无业看着他，就像在看一个不明事理的人。4票加上我的第5票，秦苍兰从此刻起，你不再是秦家太上长老。一句话宣判了他的结局。秦苍兰老脸涨红，气得浑身发抖，却只能打碎牙齿往肚里咽。他正准备拂袖而去，却被秦无业再次叫住：“等等，太上长老之意，你可还没留下？”秦苍兰一把扯下腰间令牌，奋力拍在桌上，头也不回的飞身离去。风波平息，秦无业想都没想，就任命自己贤父在家的老爹代理太上长老之位。就在这时，秦明德又递上一封信：“曲家托老夫给您带了一封信，似乎是要邀您一见。曲家4大世家中较弱的一方，素来和秦家无冤无仇，此刻突然盛情邀请。不仅如此，秦明德还提到神都郊外一座山峰突现异象，灵力暴涨，妖兽横生。”秦无业心中猛然一动，这情况竟和他师尊提过的一种仙缘极其相似。会议即将结束，他却突然叫住秦明德，附耳小声说道：“麻烦2长老调动家族暗卫，去调查一下秦苍兰。”秦明德眼中瞬间流露出骇然，动用家族暗卫，那便意味着怀疑此人叛变家族。他怎么也想不到，这个为秦家效力100年的老人，竟可能背叛家族。另一边，秦无业身着青衣，来到曲家邀请的会面地点——大言有名的听雨楼。可他一个年过而立的已婚男子，此时正站在听雨楼大门前，踌躇未动。这地方说白了，就是个顶级雅集之所。一阵激烈的思想斗争后，秦无业心一横，我只是来谈事的，绝无他意。谁知他一脚迈进去，竟然走错了门。本该去歌乐舞曲的西厢房，他却一头闯进了纸醉金迷的东厢房。眼前景象让他感叹，只要条件足够，人人都能沉浸其中。就在他像参观一样四处乱瞟时，一群女子瞬间将他包围。来嘛，公子，来玩呀！哎呀，这位公子眼生啊，要不要姐姐带你四处看看？诱人的香气，浓重的胭脂味，难以招架。秦无业一个飘逸身法，瞬间从众女身间穿袭而过，狼狈逃窜。就在这时，一个气韵成熟、身姿妩媚的女子迎面走来，笑盈盈问道：“客人可是秦大人？”接引人终于来了。原来他一直在西门苦等，哪想到秦无业会从东门进。路上，他掩嘴轻笑，打趣道：“秦大人可有看中的？今日您是贵客，可以免单哦。”秦无业迥然道：“不了，多谢好意，在下已有家室。”谁知这番话在曲夫人听来却是另一番意思，她一脸惋惜地说道：“是吗？那真是可惜了。”这让秦无业心中怪异，他到底在可惜什么？就在这时，曲夫人突然话锋一转：“传闻秦大人霸道凶狠，今日一见，倒是觉得传闻有所虚掩。”原来他早就看出秦无业颇有君子风度，与传闻的嚣张跋扈截然不同。几经兜转，曲夫人领着秦无业来到一扇大门前，门一开，喧闹的呐喊声扑面而来。舞台上，一个面着轻纱的女子盘膝抚琴，正是大言有名的乐里屈凝霜。台下座无虚席，秦无业竟意外发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——秦风。那小子正挤在人群后方，挥舞着法器应援。好家伙，有灵石不好好修行，竟跑来这潇洒快活。秦无业刚想过去训斥，腿脚却又立刻停下。不行，他现在也在听雨楼，好像没什么说服力。秦大人，怎么了？无事，认错人了。秦无业不动声色，嘴上却赞道：“琴声深妙，动人心弦，绝佳。”屈夫人微微一笑，领着他来到一处房门前，轻轻敲响：“少爷，秦大人，我已领到。”门内传来一声儒雅谦和的声音：“快让秦兄进来吧。”秦无业迈步走近，只见一个白衫男子手握长笛，微笑示意，正是曲家少主屈清闲。他竟亲手为秦无业推上清茶，客气至极：“秦兄，不知今日邀我前来，
应该不是品茶而已吧？秦无业开门见山，屈清闲也不再绕弯子，眉目一凝，直言道：“秦兄，你可愿与我曲家联合？”不等秦无业回答，他便急切说道：“陆萧两家联姻，势力将远超从前，尤其陆家近年实力攀升诡异，其心不轨。如今只有你我两家联手，方可抵御他们的狼子野心。”秦无业却一脸淡然，缓缓放下茶杯，反问：“为何屈兄不选择加入陆萧两家呢？我听说萧家二少主萧狂最近可在极力追求令妹。”秦无业一针见血，目光锋锐。屈清闲凛然道：“萧家二子性格暴戾，我怎能将凝霜送入虎口？况且我曲家怎会甘愿人臣？”可秦无业微微眯眼，淡淡笑道：“恐怕不止如此吧，屈兄。”他看穿了屈清闲话语中暗藏的杀意。屈清闲见状，不再隐瞒，坦诚道：“数月前，陆家大公子陆狂与我父亲秘密会面，之后父亲便将他愤怒赶出。再后来，我父亲就在神都外惨遭毒手，连同数十名护卫皆被重创，失去了战力。”说到此处，屈清闲面容扭曲，一手将茶杯捏得粉碎。秦无业大惊。曲家主陨落了。原来为了不引起恐慌，曲家一直对外宣称家主病重，实则早已遭了毒手。如今的屈清闲已是曲家的新任家主。这么说，屈兄已对凶手有所眉目了？莫非是陆家或是萧家？秦无业大胆猜测。屈清闲神情严肃地点了点头，我断定是他们其中之一，亦或是二者都参与了。哦，屈兄就这么确信不会是秦家？秦无业故意试探，谁知曲清闲缓缓摇头，我确信不会是秦家。他早将秦无业调查得一清二楚，从剑斩秦子昂夺位到制住陆家二公子，在他看来，这都是秦无业带领秦家重回巅峰的计划。既然如此，陆家萧家便是你的对手，而你我正好可相联合。秦无业心中明了，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，联合一事倒也无不可。只是联合的条件是什么？许家会竭尽全力协助，条件是秦家除了帮我寻得凶手外，还需承诺100年内与曲家友好。这条件对秦无业来说完全没有问题。可谁知屈清闲接下来的要求却让秦无业瞬间不淡定。除此之外，秦兄还需迎娶家妹，作为两家永结相好的纽带。这可不行！秦无业立即义正言辞地拒绝。我可是已有家室的男人，开什么玩笑？他为了人妖两族和平，才娶了若瑶，一个还没搞定，这又来一个。况且他对自家那个小娘子喜欢得紧，压根没想过再娶。秦无业瞬间就懂了屈清闲的心思，无非是想用联姻锁死两家关系。一旦屈凝霜嫁过来，秦家越是壮大，曲家就越是安稳。说白了，屈清闲看重的是他问道尽的潜力。然而面对秦无业的拒绝，屈清闲却自信一笑：“秦兄先别急，不如等见过家妹再决定。”话音刚落，一道倩影抱着古琴推门而入，正是刚结束演奏的曲凝霜。屈清闲立马介绍：“小妹，这位是秦兄，当今秦家家主。”屈凝霜美眸中闪过一丝惊讶，随即轻屈腰身问候：“见过秦家主。”秦无业只是淡淡颔首，心里却在暗自打量，这曲凝霜确实有种不染纤尘的仙气，难怪被誉为神都有名的乐丽。可就在这时，屈清闲突然开口：“小妹，秦兄不是外人，将你的面纱摘下来吧。”屈凝霜犹豫片刻，缓缓摘下面纱，一张金雕玉琢的绝美容颜映入眼帘。“如何，秦兄？”屈清闲得意地问。小妹被誉为大眼有名的美人，整个神都见过她真容的不超过10个。秦无业仔细打量，心中却默默将她和自家娘子对比，脸蛋尚可，不如若瑶娇媚可爱；气质嘛，综合评价不如自家娘子。屈凝霜注意到他毫不掩饰的目光，羞意地埋下头。为了家族，他别无选择。眼前的少年很可能就是她未来的丈夫。可秦无业却看穿了他眼中的哀愁，对方和他一样并无此意，那就好办了。秦无业收回目光，摆出一副兴致缺缺的模样：“屈兄，莫怪我话直，令妹只能说勉强尚可，与我家娘子相比，简直是云泥之别。”此话一出，屈清闲、许夫人、许凝霜全都目瞪口呆。有名的美人，在他嘴里竟只是勉强尚可。秦兄，你可是有眼疾？屈清闲忍不住问。秦无业无语地白了他一眼，问道：“近强者能有眼疾？难道那妖族女王真是罕见容颜？”屈清闲百思不得其解。屈凝霜心中又气又恼，刚升起的一丝好感瞬间荡然无存。可当他看到秦无业似有意无意看向他的目光时，瞬间明白了什么。难道他是在帮我？想到这，他立马配合道：“兄长，秦大人已有家室，对小妹亦无益，不如这联姻就罢了吧。”可屈清闲还不死心：“秦兄，我家小妹琴棋书画样样精通，你真不再考虑一下？”秦无业心中动摇了半秒，可恶，这些他娘子好像一个都不会。但他还是坚定拒绝。屈兄所说的，我家娘子她将来也会。世间没有哪个女子比她更懂温柔。见秦无业如此坚决，屈清闲只好退而求其次：“那不如让小妹给秦兄当个妾，是如何？”秦无业没想到他这么坚持，只好一脸郑重地编道：“不瞒曲兄，我秦家有一传统，那便是一夫一妻制。我身为家主，更不可违逆祖训。”屈清闲一听信了，想不到秦家竟是如此真情，倒是我冒犯了。他哪知道这只是秦无业前世的规矩，这辈子的秦家家主哪个不是3妻4妾？秦曲两家可以联合，但不会接受联姻。事已至此，屈清闲只好妥协。好，愿曲秦两家永结金兰。
话音刚落，屋外突然传来一阵剧烈的打斗声，厅宇楼下桌椅碎裂，一片狼藉，竟是秦风带着几个秦家弟子和萧家的人打起来了。只听萧家为首的男子嚣张嘲笑：“我倒是谁敢嚣张，原来是秦家的人啊！怎样，你打我敢吗？”萧白得意的把脸凑过去，他笃定秦风不敢动手，谁知下一秒，一只拳头狠狠砸在他脸上，将他整个人捶飞出数十米。秦风攥紧拳头，笑得阳光灿烂，大家都听到了，这可是他让我打的。秦风，你竟敢对我动手！萧白捂着肿脸怒吼：“给我教训他！”数十名萧家弟子瞬间冲向秦风，秦风却怡然不惧，挥手大喊：“家主有令，凡是欺辱秦家者，击退！”一时间，两家人战作一团，而阁楼上的秦无业正津津有味地观战。阁楼上，秦无业津津有味地看着这场切磋，竟觉得别有一番乐趣。可就在秦风一掌击倒一人，冲向萧白时，变故陡生。萧白大惊，慌忙用法盾抵挡，谁知他竟趁机掏出短刀反手偷袭。秦风瞳孔猛缩，险之又险地躲过刀锋，后背瞬间惊出一身冷汗。他本想给个教训，并未下重手，可萧白招招暗含杀机，是真的要置他于死地。秦风目光一凝，不再留手，飞剑出鞘，瞬间将只有林海境中期的萧白压着打。秦家子弟果然是天才辈出啊！一旁的屈清闲忍不住赞叹，秦无业却笑道：“屈兄，再打下去，你这听雨楼可就没了。”谁知屈清闲竟毫不在意，无妨，正好给萧家一个教训。况且似乎打斗比歌乐更受欢迎呢。就在这时，场中战斗接近尾声，萧白的盾牌被击飞，长剑抵住了他的喉咙。你不能伤我！萧白吓得冷汗直流，伤了我，萧家绝不会放过你，你会害了整个秦家。秦风果然迟疑了，缓缓放下长剑，滚吧！阁楼上的秦无业看着这一幕，却直摇头，还是太年轻了。果然，就在秦风转身的瞬间，萧白眼中闪过一丝狠厉，掏出尖锥法器，猛地刺向秦风后心。糟了！秦风察觉时已来不及躲避，千钧一发之际，一道身影瞬息而至，仅仅用一根手指就抵住了那夺命的尖锥。家主！秦风惊喜地喊道。秦无业却转头看向他，缓缓伸出手掌。秦风还以为是要表扬他，赶忙摆出接受嘉奖的模样，结果等待他的却是一记响亮的板栗。秦无业这才冷冷开口：“你知道你刚刚犯了多少错误吗？第一，面对要击败你的人，你不该留手；第二，对待敌人不可心慈手软，你放过他，他下次会放过你吗？”秦无业的话如醍醐灌顶，秦风瞬间醒悟，满脸羞愧：“受教了，家主大人。”秦无业满意点头，目光冷冽地望向吓傻的萧白，继续道：“第三，永远不要把后背留给敌人，除非敌人已被彻底制服。”话音落下，萧白吓得浑身颤抖，还想搬出萧家威胁，可秦无业手指轻弹，尖锥瞬间反转，直接重创萧白，将他彻底压制在地。萧白瞪大双眼，满脸不敢置信地倒下。这一刻，秦无业宛如一柄绝世凶剑，行事果断，霸道无匹。可就在全场死寂之时，一阵响亮的鼓掌声突然响起，啪啪啪！众人循声望去，只见一个身披金袍、面色狠辣的男子大步走来，他身后还跟着一个山羊胡老者。不好，是萧家二少战神萧狂！人群瞬间炸锅。谁知萧狂瞥了一眼倒地的萧白，不仅没生气，反而对秦无业大加赞赏：“好，压制得好！”就在这时，两个萧家弟子扑到他脚下，哭喊：“二少主，您可要为我们做主啊！”萧狂额头青筋暴起，杀气腾腾，可这杀气竟不是对着秦无业，他二话不说，手臂凌厉骤发，当场将两个求救的族人震飞逐走。真是烦！萧狂迈步走过，眼神冰冷：“打输了就不必再装强，弱者不配开口。”他目光转向秦无业，嘴角咧开一个狂热的笑容：“我能感觉到你是和我一样的人，一样渴求胜利与强者之战。”秦无业眉头一皱：“我和你这莽撞之人可不一样，不一样！”萧狂浑身杀意绽放，正要动手，却被身旁的老者拦下。真是扫兴！萧狂收起杀意，恶狠狠地盯着秦无业：“下次见面，我定会击败你。”说完，他将目光转向此行的真正目标曲凝霜。考虑的怎么样？嫁给我，还是与曲家一同消失？曲家众人群情激愤，却又敢怒不敢言。就在这时，曲凝霜主动走出，目光在萧狂和秦无业之间流转。片刻后，当着所有人的面，他朱唇轻启：“我曲凝霜已有意中人。”此话一出，所有人都顺着他的目光齐刷刷地看向了秦无业。秦无业瞬间懵了：“不是，你们都看我干嘛？我是有老婆的男人。”萧狂顺着目光看向秦无业，刚刚压下的杀意再度燃烧，脸上却露出了一抹残忍的微笑。好，很好，这才有意思。萧狂非但不怒，反而仰天长啸：“自古美人配英雄，等我击败你，再将他夺过来，也很不错。”说完，他竟直接转身离开，留下所有人一脸错愕。这个狂者就这么走了，眼看没戏可看，众人兴致缺缺地陆续散去，直到人都走光，曲凝霜才飘然落在秦无业身前，屈身致歉：“抱歉，秦大人，刚刚事出从急，我才说了那番话。”秦无业却意味深长地看着他，这女人分明是故意的。一句话不仅把萧狂这尊麻烦制造者引到他身上，还顺便用他当挡箭牌，挡掉了所有追求者。屈凝霜见他沉默，以为他生气，赶忙说要澄清：“不用了，覆水难收。”秦无业摆摆手，与屈清闲告辞后，带着还沉浸在震惊中的秦风离开。归途中，秦风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样，终于忍不住小声说：“
家主大人，您怎么能做出这种事？才和夫人结婚不久，就与曲家乐龄私会。秦无业差点一口能量喷出来，二话不说又赏了他一个板栗。你小子瞎想什么呢？我是去谈正事。秦风捂着脑袋，心里却腹诽：谁去听雨楼是谈正事的？可他哪知道，秦无业逛听雨楼俘获神都第一乐龄芳心的消息早已传得满城风雨，甚至落入了若瑶的耳中。入夜，秦无业回到无叶峰，却发现院内一片漆黑，房间里更是没有半点灯火。他轻手轻脚推开房门，就在门开一丝缝隙的瞬间，异变突生，脚下法阵骤然亮起，数条紫色铁锁将他死死缠住。几乎同时，一道银光直刺他眉心。秦无业却面不改色，只是轻轻一偏头，长剑擦着额前落下几缕发丝。娘子，你这是要谋害亲夫啊！偷袭失败，若瑶娇容含怒，身后狐尾甩出，再次袭来。对，本王就是要对付你！秦无业脚下轻轻一跺，法阵瞬间破碎，反手一把就抓住了那蓬松柔软的狐尾，还下意识揉了两下。你得本王放手！若瑶俏脸绯红，又羞又怒。秦无业嘴角一笑，轻轻一拽，便将他整个人拉入怀中，在他耳边柔声道：“娘子，为夫是喜欢夜袭，但你得换种方式。休想无耻之徒！”若瑶闻到他身上沾染的胭脂味，气得咬牙切齿：“别拿你那沾满劣质胭脂的身体碰我！”娘子吃醋了。秦无业嬉笑问道：“笑话！”若瑶气得沉下脸：“本王治你只为妖族兴业，少自作多情。”话虽如此，他却越想越气。全盛状态下的他，身后数条尾巴绽放，如孔雀开屏般遮蔽夜空，疯狂攻向秦无业。无叶峰上顿时地动山摇，阵阵轰鸣惊醒了整个秦家。秦无业一边轻松躲闪，一边戏谑道：“娘子今夜火气不小，看来是不打算让为夫睡了。本王让你永远也醒不来。”若瑶被他轻佻的态度彻底激怒，仿佛受到了此生最大的屈辱，唤出九尾狐妖真身，狂暴的力量让整个秦家宗地都在震颤。另一座山峰上，柳慕情满脸担忧：“叶儿也真是的，怎么还打起来了？我得去劝劝。”身旁的秦振山却一把拉住他，淡然笑道：“夫人，你去做什么？人家小两口小打小闹，床头打，床尾和的。”可柳慕情话还没说完，就被秦振山一把搂住：“夫人，咱也该回屋休息了。”第二天，登上无叶峰的秦风直接傻眼，偌大的宅院四面漏风，屋檐千疮百孔，到处都是断壁残垣，这战况也太惨烈了吧！家主大人不会有事吧？他连忙冲进院子，却看见了让他目瞪口呆的一幕：秦无业正悠闲地坐在石凳上，身上衣衫虽有破损，却神情自若；而他对面的若瑶虽然冷艳依旧，但脸上却是灰头土脸，狼狈不堪。更离谱的是，秦无业正一勺一勺地喂若瑶喝红糖姜水，昨晚还打得天崩地裂，今天就这么恩爱了。秦风哪里知道，就在他来之前，秦无业还把若瑶压在身下，是听到脚步声才双双收手。若瑶灵力耗尽，为了不让人看见窘境，只好老实听他解释，结果气也消了。可他心里却更不是滋味，这个男人不拔剑都能胜他，自己何时才能报仇雪恨？想到这，嘴里的糖水也变得苦涩，他不禁吐出一个字：苦。挺甜的啊！秦无业尝了一口，满脸疑惑。若瑶没理他，一饮而尽。我更是当着我爹的面，直接挟着若瑶坐上家主之位，我爹当场石化在原地。可这还仅仅只是个开始。方总管将一枚灵戒丢给我，说是完成了我的委托。神识探入，24只镇灵幡和几对木质首饰静静悬浮，正是用我家陵园外那扇破木门所致。谁知我刚把东西亮出来，大殿之上的灵力竟瞬间汇聚，我爹更是惊得眼珠子都快掉出来。他怎么也想不到，那扇破门板竟是不输一般灵气的宝贝。我刚夸赞一句，方总管就跟打了鸡血一样，激动得满脸通红。紧接着，他不仅把我之前送的灵丹妙药尽数归还，更是掏出一张通体墨黑的卡片，双手奉上：“秦家主，这是万象商会极为珍贵的紫金令，世间仅有一人拥有，您是第二个。持此卡，您就是我万象商会的上宾。”我爹直接看傻了，不敢置信地揉着眼睛，一度怀疑自己是不是在做梦。谁料方总管接下来的话，让他刚喝的茶水一口喷了出来：“秦家主，以后叫我小方就行，咱以后就是一家人了。”噗，一家人！我爹当场呛得惊天动地，满脸都是活见鬼的表情。而我同样满腹疑惑，这万象商会到底想干嘛？送走小方，我带着镇灵幡和若瑶来到密林，准备雕刻失传已久的聚灵法阵。娘子，麻烦你帮我护法了。若瑶一脸不情愿，他堂堂妖王，凭什么要给这个人类小子护法？可他不知道，这法文雕刻凶险至极，稍有差池，法器就会当场销毁。我指尖凝聚灵力为刃，小心翼翼在旗杆上刻下第一道法文。就在法文完成的瞬间，一道耀眼灵光冲天而起，成了！不远处打坐的若瑶猛然睁眼，俏脸写满了震惊。他认得这竟是失传已久的聚灵法阵，可下一秒他就冷哼一声，心中断定不过是侥幸。雕刻法阵极耗心神，他绝不可能刻出第二指。然而他话音刚落，又一道刺眼的光芒闪过，第二指也成了。若瑶的眼珠子瞬间瞪圆，樱桃小嘴张得能塞下一个鸡蛋。可这还没完，第三道光，第四道光，在若瑶石化的目光中，24只镇灵幡一只接一只亮起。我雕刻的速度甚至越来越快，如行云流水，24只全部成功，无一损坏。若瑶彻底看傻了。实力炼丹，如今又是失传的法文，
这个男人到底还有多少底牌？就在这时，一个无比可怕的念头猛然在他脑海中炸开：若他是妖族，即便是做他的妻子，又有何不可？这个想法让他浑身一颤，拼命摇头：不可能！我怎么能给这个可恨的家伙当妻子？绝对不可能！拜太上忘情路所赐，我灵力操控以达化境，雕刻法阵，简直易如反掌。3两下搞定我爹娘的木镯后，我拿起最后一对木簪，反而放慢速度，神情无比专注。谁知若瑶看着我，竟悄然冒出一个大胆的想法。趁他全神贯注，心无旁骛，直接出手偷袭。但这个念头只是一闪而过，他又瞬间否定，灵力尚未恢复，一旦失手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就在他天人交战时，我却完成了雕刻，笑着冲他招手：“娘子，过来！”他心里咯噔一下，难道被我发现了？身体却老实的走过来，满脸警惕。我只是笑笑，让他转过身。下一秒，我轻轻取下他头上的发簪，3000银丝如瀑布般垂落。我重新为他束好长发，换上了刚刚雕刻好的木簪。随后我变出一面镜子，递到他面前。喏，为夫答应你的礼物。镜中2只墨玉般的木簪横渡，银丝星河，末端雕刻的2只灵狐栩栩如生。侧畔凝望，若瑶瞬间就被吸引，美眸中满是惊艳。更让他心神俱震的是，发簪上竟刻着巨灵法阵，戴上的瞬间，天地灵力便自行涌入他体内。原来我刚刚那么认真，竟是为了给他雕刻礼物。从未收过礼物的妖王心中竟泛起一丝涟漪。娘子可还喜欢？我凑在他耳边轻问，他却俏脸一红，猛地扭过头，哼，不喜欢。区发簪，本王寝宫有的是。我故作失落，伸手就要取下发簪。既然娘子不喜欢，那我就送给别人好了。他下意识护住发簪，后知后觉地发现上当，气得轻咬银牙，却嘴硬道：“既然送了，就是本王的东西，等我玩腻了自会丢掉。”看着他傲娇的模样，我宠溺一笑，转身布下护宗大阵，12只镇灵幡化作流星，一张擎天法幕笼罩整个秦家，灵力瞬间浓郁数倍，秦家子弟一片欢腾。而若瑶却看着我的背影，心乱如麻。他对家人从不吝啬，对我这般好，到底是为了什么？就在这时，一个身披玄甲的男人竟骑着追风驹出现在吴叶峰下。在下魏离，王城禁卫军统领，奉君主之名，有要事前来相告。魏离见到我身后的若瑶，眼中闪过7分忌惮，但他还是恭敬地拱手道：“前些日子，神都西南山峰灵气异常，陛下派去无数斥候探查，结果几近伤亡殆尽，其中不乏临海境的好手。”我眉头一挑，可有情报带回？魏离神色瞬间凝重到极点。正是。魏离神色凝重，一字一句道：“那处山峰妖兽遍布，灵力不减反增，正从一处破碎的漩涡中溢出，十有8、9是秘境之地。”秘境，此言一出，连若瑶都俏脸动容，我却神色淡然，因为我早有预料。我直接发问：“所以陛下打算如何处置？”魏离当即传达圣意：“陛下请您和其他3大世家即刻入宫相商。”下一秒，王城大殿，我刚带若瑶踏入，数十道目光瞬间投来。曲家区清闲主动上前，可当他看到若瑶时，整个人都呆住，险些沉沦。我当即冷咳一声，他才回过神，满脸歉意。当我介绍这是我娘子若瑶时，屈清闲更是震惊道：“无以复加。”他这才明白，为何那天在听雨楼，我连他妹妹都懒得看一眼，原来是有皓月在怀，怎会看上萤火之光？就在这时，一道阴阳怪气的声音响起：“什么时候我大眼王朝的王场也能让妖族之人踏入了？”陆家家主陆威带着他儿子陆狂跨步而来，满脸桀骜。我直接开队：“陆家主，不知你2儿子可好？”一句话戳中陆威痛处，他气得咬牙切齿：“秦无业，我儿子的事，我迟早会找你算。”我冷笑一声，杀意凛然，随时恭候，就怕不久之后，神都4大世家中，陆家就要被除名了。冰冷的杀意瞬间让陆威心头一颤。这时，萧家家主萧战也站了出来：“陆赤我萧章。”我毫不客气，直接嘲讽他骄子无方，还顺带接他萧家没长辈的短。萧战瞬间暴怒，伸手就要拔刀，幸好他儿子萧毅冷静沉稳，及时拦住。父亲，此地是王宫。就在此时，一声陛下驾到打破僵局。一个气息衰弱的老者，竟是大眼君主姬玄宗。这才10几年，他竟衰老至此。众人行礼，他却久久凝视着若瑶，眼神意味深长。就在众人以为他要发难时，他却收回目光，声音苍老低沉：“诸位客卿，不必多礼。”他话没说2句就剧烈咳嗽，最后只能让身旁的俊美少年代为传话。少年沉声道：“西南山峰深处发现秘境裂缝。”话音刚落，全场哗然，唯有我与若瑶神色如常。萧战更是放声大笑：“哈哈哈！没想到我大眼王朝也能偶逢秘境仙缘。”他当即向儿子萧毅解释，所谓秘境，乃是1000年前仙魔妖大战遗留的封存之地，其中灵力浩瀚，远非如今可比。萧毅听闻，瞬间面露动容，若是能以充盈灵力灌身，突破问道，指日可待。萧战眼中放光，唾沫横飞地向众人描绘着秘境，那可是上古尊者的埋骨之地，乃是险地，随便得到一丝传承，就能声名远扬。所有人都被这滔天仙缘冲昏头脑，可我却心底冷笑。萧战只字未提其中的9死1生，险地埋葬的不只是尊者，更是所有胆敢闯入的觊觎者。果然，在利益驱使下，众人一致同意。老君主姬玄宗当即一锤定音。3日后进入秘境，就在我准备带若瑶离开时，禁卫军统领魏离却拦住我。
秦家主，陛下有请。更让我和若瑶意外的是，卫里紧接着说：“陛下同样召见了女王陛下，请一同前来。”老君主竟然要单独召见我和我的妖王老婆，他到底想干什么？下一秒，我们被带到君主寝宫，一进门，浓重的药味扑鼻而来。可床上姬玄宗的气息却远比大殿上平稳。这老君主是真病还是假病？他竟没提国事，反而先是夸赞若瑶风华出众，接着看到我俩牵着的手，竟不顾病体，仰头疯笑起来，哈哈哈！呵呵呵，他笑得撕心裂肺，仿佛随时都会断气。我和若瑶面面相觑，满头问号。就在我生怕他笑倒当场时，他却一脸欣慰。没想到姑在最后时刻竟能看到人妖相亲相爱，不枉此生啊！若瑶闻言脸颊绯红，想挣脱我的手，我却反手握得更紧，惹得老君主笑得更欢。笑声过后，姬玄宗神色一肃，目光望向屋外，仿佛穿透了宫墙。所有人都说姑懦弱，连我儿都当朝骂我无能，可姑所愿只是守住这大好河山，人妖两族再无纷争。他猛然转头，目光灼灼地盯着若瑶，你说如何？妖族的女王，一番话让身为妖王的若瑶都陷入沉思，许久才吐出一句：“你的话，本王会斟酌。”姬玄宗欣慰一笑，紧接着他做出了一个让整个王朝都将震动的决定。他指着身边的少年，神色郑重地看着我：“无业之子，姑时日无多，想将辰儿托付于你，托付于秦家，托付给我。”我瞬间大惊，脑中闪过往事种种。这少年正是三皇子唯一的遗孤，也是姬玄宗唯一的孙子，更是未来王位的正统继承人。数年前三皇子满门遭难，如今姬玄宗将他托付给我，就是要让他远离这险恶的王宫。可我还没来得及开口，少年姬晨就扑进老君主怀里，哭着嘶吼：“爷爷，晨儿哪都不去，就要留在您身边。”姬玄宗眼中闪过一丝慈爱，却瞬间化为严厉，厉声呵斥：“身为王室子孙，怎能轻易落泪？你这哭哭啼啼的样子，哪里像我姬玄宗的子孙？”姬晨哭得撕心裂肺，双手死死拽着老君主的龙袍：“晨儿只剩下爷爷了，求您不要赶我走。”我心头一震，正想开口，可下一秒，姬玄宗缓缓掀开衣袖，我瞳孔骤缩，那手臂上布满诡异的黑色斑纹，如同活物般蠕动，竟然是诡异能量，而且侵袭之深，远超我妹妹秦清婉百倍。我神色凝重，立刻伸手探脉，神识涌入他体内，结果那些诡异能量竟像饿狼闻到气息般汹涌扑来。我瞬间收手，心中一片冰凉。晚了，太迟了，诡异能量早已侵占他全身经络，神仙难救，这是一个死局。一朝天子竟被人用如此阴毒的手段慢性侵害，我瞬间意识到这背后藏着一个惊天阴谋。姬玄宗却早已看淡生死，他再次恳求我：“无业侄子，姑再次拜托你照顾好晨儿。”我沉吟片刻，终于问出了心中最大的疑惑：周老为何偏偏选择我，选择秦家？面对我的疑问，病榻上垂死的老君主突然金光一闪，仿佛变了个人。陆家狼子野心，萧家与我那好儿子暗通款曲，把晨儿送过去就是陷入险境。哼，真当姑快死了就什么都不知道？我追问：“那曲家呢？”姬玄宗长叹一声，爆出一个更惊人的秘密：姑找过屈正阳，可他拒绝后，当晚就全家遭遇不测。曲家那叶扁舟保不住晨儿。原来如此，我终于明白。可老君主为何又笃定我秦家能行？姬玄宗深吸一口气，讲出了一段尘封千年的秘辛。1000多年前，大眼卫立，妖兽横行，是一位男子立志在此建立理想乡。可直到2位天降救世之星协助，才终于击退妖族，建立了大眼王朝。那男子是周家先祖，而那2位救世之星正是你秦家先祖。我浑身一震，这才明白这份信任竟是跨越了千年。我不再犹豫，将手掌放在姬晨的头顶，郑重承诺：“周老放心，晨儿我会照顾好他。”得到我的承诺，姬玄宗终于放下心头大石，催促我们趁夜离开。爷爷，晨儿走了。少年最后的回望，撕心裂肺。我们3人的身影很快消失在夜色之中。可就在我们离开的瞬间，床榻上那个慈祥的老人眼神骤然变得冰冷锐利，他冲着门外发出一道雷霆之令：“卫统领，落将在，即刻调令神都3郡5都所有统领率兵进攻护驾。”